阿月的娘死了7年了，今天却提着一篮子菜，笑盈盈地回了家。日头正毒，晒得青石板路都在冒白烟。阿月坐在自家绣房的门槛上，正低头绣着一方鸳鸯戏水的帕子，一针一线，细得像要把光阴都缝进去。她今年17，是镇上最好的绣娘，性子却像那秋天的井水，清清静静的，不爱说话。街坊邻里都说，这孩子是想娘想的。自从7年前他娘连一得疾病没了，阿月就像被抽走了魂儿，人前话少，人后只对着一堆绣线发呆。忽然，一个熟悉的影子罩住了他手里的绣绷，也罩住了他整个人。阿月抬起头，眯了眯眼，阳光晃得他有点晕。一个穿着粗布蓝衫的妇人站在他面前，头发齐整地挽在脑后，插着一根旧木簪，脸上带着几分风霜，可那双眼睛笑起来弯弯的，像天上的月牙。他手里提着一个菜篮子，里面装着刚从集市买来的青菜和一块豆腐，菜叶上还滚着水珠。阿月，发什么愣呢？娘回来了，还不快让娘进去歇歇脚？妇人开口了，声音有些沙哑，却透着一股子亲切。阿月的脑袋嗡的一声，像是有几百只蜜蜂在里面乱撞。他手里的针啪嗒一声掉在地上，绣了一半的鸳鸯，那红色的灰正好停在一滴刚落下的泪珠上，像是饮水，又像是气血。他傻傻地看着眼前的妇人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娘。他的娘不是7年前就躺在那口薄皮棺材里，被抬到后山埋了吗？下葬那天雨下得好大，泥巴路滑，抬棺的汉子摔了好几跤，他哭得昏天黑地，最后还是邻居王婆把他拖回了家。他记得清清楚楚，娘的脸是冰的，手是硬的，怎么会活生生地站在这里，还提着他最爱吃的豆腐？傻孩子，不认得娘了。妇人放下菜篮，伸手想去摸阿月的头。阿月猛地往后一缩，像只受了惊的兔子，眼神里全是恐惧和迷茫。他的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一定是自己思念过度，白日做梦了。他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疼，真真切切的疼。妇人看他这样，眼里的笑意淡了些，添了几分心疼。是娘不好，一走就是这么些年，让你受苦了。他说着，自顾自地绕过阿月，推开了那扇虚掩的木门，熟门熟路地走进屋里，把菜篮子放在厨房的旧木桌上，然后拿起水瓢，舀了一瓢井水喝，喝完还舒坦地叹了口气，就像他昨天才离开一样。阿月僵在门口，看着屋里那个忙碌的背影，脑子乱成一团麻。屋子还是那个屋子，桌椅板凳的位置一点没变，可这个人，这个自称是他娘的妇人，让他感到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寒意。街对面的李掌柜探出半个身子，朝这边望了望，脸上表情古怪，欲言又止。路过的王婆看见了，也是脚下一顿，随即又像什么都没看见似的，加快步子走远了。整个镇子仿佛都在这一刻变得诡异起来。阿月深吸一口气，扶着门框站起来，一步一步走进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家。他要弄明白，眼前这个娘究竟是人是鬼，还是一个他无法想象的骗局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个谜团的答案远比他能想到的任何可能都要复杂，都要令人心碎，也都要温暖。妇人说她叫莲姨，和阿月记忆中的娘亲一个名字。她说7年前她得的不是疾病，是一种会传染的怪病，郎中说要隔离开，她怕害了阿月，就托人对外说她死了，自己悄悄去了远方的深山里寻药。如今病好了，自然就回来了。这个说法听起来合情合理，可阿月的心里总有个疙瘩。
他偷偷观察着这个娘。莲姨会做他最爱吃的葱油饼，知道他睡觉不老实，总爱踢被子，甚至连他小时候藏在床底下那只缺了耳朵的布老虎都知道。这一切都对得上，可又有些地方不对劲。比如娘以前的双手，因为常年做绣活，虽然粗糙，但指尖是细腻的，而现在这个莲姨一双手骨节粗大，掌心满是厚茧，像是常年握锄头干农活的手。阿月问起，莲姨就笑着说，在山里哪有那么清闲，开荒种地什么都得自己来，手自然就糙了。再比如以前娘亲哼的小调，婉转悠扬，像山间的清泉，现在这个莲姨偶尔哼起歌来，调子是对的，味道却全变了，总带着一股子北地苍凉的劲儿。莲姨解释说，山里住着一个从北边来的采药人，他跟着学了几句，改不回来了。最让阿月起疑的是那只小叶紫檀的木匣子，那是他亲娘留下的唯一念想，说是外婆传下来的，里面装着什么，阿月也不知道，因为钥匙一直在娘身上。娘去世后，那串钥匙也跟着不见了。现在这个莲姨回来了，阿月问她要钥匙，想打开匣子看看，莲姨却愣住了，眼神躲闪，说那串钥匙在山里寻药的时候不小心掉进悬崖，找不回来了，丢了。阿月的心沉了下去，娘，你不是最宝贝那匣子吗？怎么会？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，一个死物丢了就丢了吧。莲姨说的轻描淡写，转身就去厨房忙活，不再提这件事。阿月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的疑云越来越重。他觉得这个莲姨就像一幅精美的仿画，远看一模一样，可凑近了仔细瞧，笔触、神韵，处处都透着假。他开始失眠，夜里常常做噩梦，梦里总是一片漆黑，下着瓢泼大雨，耳边是轰隆隆的巨响，还有一个女人声嘶力竭地喊着他的名字。他想看清那女人的脸，可怎么也看不清。每次从梦中惊醒，都是一身冷汗。莲姨听见动静，就会披着衣服走进来，坐在他床边，轻轻拍着他的背，哼着那苍凉的小调，直到他再次睡去。说也奇怪，莲姨的陪伴总能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心安，尽管他怀疑他。镇上的人对莲姨的回归态度也十分微妙，大家嘴上都说着莲姐儿回来了就好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可眼神里却藏着一丝同情和躲闪。特别是布庄的李掌柜，每次阿月和莲姨去买绣线，他总是多给一些，还总捡最好的给他们，钱也算得马马虎虎，像是急着把他们打发走。有一次阿月一个人去买线，李掌柜把他拉到一边，低声说，阿月啊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娘能回来是好事，别想太多，好好过日子。他的话里透着一股子无奈，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。阿月的心更乱了，他不明白，如果娘是真的，大家为什么是这副表情？如果娘是假的，大家又为什么陪着她一起演戏？整个青石镇仿佛罩着一个巨大的迷网，而他就在网的中央。他决定自己去寻找答案。他去了镇上唯一的周郎中那里。周郎中是个年过60的老人，医术高明，为人正直，镇上的人没有不敬他的。7年前，就是他诊断莲姨得了疾病，不治身亡的。阿月找到周郎中的时候，他正在药铺里试弄草药。听了阿月的来意，周郎中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察的波澜。他放下手里的药橱，叹了口气，说，阿月，有些事过去了就不要再追究了，你只要知道你娘是爱你的，这就够了。周伯伯，您告诉我实话。阿月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她到底是不是我娘？7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你们是不是都在骗我？周郎中看着他，良久才缓缓开口：傻孩子，这世上有血缘的是娘，没有血缘，拿命护着你的也是娘。你娘当年得的病确实凶险，九死一生，她能回来是天大的福分。至于别的，时机到了，你自然会明白。周郎中的话像一团棉花，堵在阿月心口，让他更加透不过气。什么叫时机到了？什么叫拿命护着你的也是娘？他分明是知道内情的，却不肯说。从药炉出来，阿月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。他不相信任何人了。他决定去一个地方，一个能证明涟漪身份的地方——后山，他娘的坟。他记得很清楚，坟就在后山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。他偷偷带了把小锄头，趁着涟漪去邻居家串门的时候，一个人上了山。后山的路因为少有人走，已经长满了杂草。阿月拨开半人高的草丛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上爬。7年前的记忆像潮水般涌来，那天的雨，那天的泥，那撕心裂肺的哭声都还历历在目。他找到了那棵歪脖子老槐树，棵树下光秃秃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坟头，没有墓碑，甚至连一块被人动过土的痕迹都没有。平整的地面上长满了青草，开着几朵不知名的野花。阿月愣住了，他举着锄头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了。坟啊，他娘的坟去哪了？难道他记错了？不可能，他每年清明都会来这里烧纸，虽然不敢走近，只是远远地看着那个土包，可他绝不会记错位置。一个更可怕的念头钻进他的脑海，或许这里从来就没有过一座坟，或许7年前那场葬礼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戏，一场演给他看的戏。那他娘到底是生是死？如果没死，他去了哪里？现在回来的这个涟漪又是谁？阿月觉得自己的脑袋快要炸开了，他跌坐在地上，抱着头，痛苦地呻吟起来。那些断断续续的噩梦再次涌现，雷声、雨声、女人的尖叫声，还有一张脸，一张在惊恐中扭曲却又带着无限慈爱的脸。那张脸是他记忆中娘亲的脸，年轻、清晰，却又无比陌生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。阿月猛地回头，看见涟漪正站在不远处，手里还提着一件外衣，气喘吁吁地看着他，眼神里满是担忧和愧疚。阿月，天亮，你怎么一个人跑山里来了？涟漪走过来，想把衣服披在他身上。别碰我！阿月尖叫着躲开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娘的坟呢？你把它弄到哪里去了？你说啊！涟漪看着情绪失控的阿月，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。他没有解释，只是默默地站在一旁，任凭阿月的质问像刀子一样扎在他心上。夕阳西下，给整个山林镀上了一层悲伤的金色。阿月哭累了，也喊累了。他看着眼前这个沉默的妇人，心里第一次生出了恨意。他恨这个人的出现，搅乱了他平静了7年的生活。他恨这个人的谎言，让他分不清真实与虚幻。他更恨自己的无能，连自己的娘是生是死都搞不清楚。他推开涟漪，跌跌撞撞地跑下了山。他发誓一定要查出真相，哪怕代价是再一次心碎。回到家，阿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不吃不喝。涟漪在门外不停地敲门，劝说，阿月都置若罔闻。他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，
脑海里一遍遍地回放着后山的那一幕。没有坟，没有坟，这句话像魔咒一样缠绕着他。深夜，头痛再次袭来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剧烈。那些噩梦的碎片在脑子里横冲直撞，仿佛要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画面。他看到了，那不是普通的雨夜，而是一场可怕的山洪。泥石流像巨兽一样从山上冲下来，瞬间吞没了他们小小的屋子。他看到娘亲用身体死死地护住他，木梁砸在娘的背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他还看到了另一张脸，一张陌生的女人的脸，在混乱中冲了过来，从他娘的怀里把不省人事的他抱了出去。那张脸，阿月猛地从床上一跃而起，他想起来了，那张陌生的脸就是现在这个涟漪，只是那时候他更年轻，脸上没有这么多皱纹，所以他不是娘亲的替代品。他是谁？他为什么会在那里？我的亲娘呢？巨大的冲击让阿月眼前一黑，彻底晕了过去。当他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周郎中、李掌柜、王婆还有涟漪都围在床边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焦虑。阿月，你醒了？涟漪的声音颤抖着，伸手来探他的额头。这一次，阿月没有躲开，他定定地看着涟漪，虚弱地问：你是谁？所有人都沉默了。周郎中叹了口气，走上前对涟漪说：瞒不住了，是时候告诉他真相了。涟漪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下来，他握住阿月的手，那双粗糙的手此刻却温暖得让人心安。他哽咽着开始讲述一个埋藏了7年的秘密。阿舍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你娘，我叫涟漪，你娘她也叫涟漪。故事要从7年前那场百年不遇的山洪说起。阿月不姓岳，他本名叫阿舍，他的娘亲也不是镇上的人，而是带着他逃难至此。母女俩无依无靠，就在镇子边上搭了个茅草屋住下，靠着一手好绣活勉强糊口。阿月的娘温柔善良，虽然生活清苦，却把阿月照顾得很好。而现在这个涟漪是土生土长的青石镇人，她曾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丈夫是个忠厚的樵夫，还有一个和阿月差不多大的女儿。可惜几年前丈夫进山砍柴，遇上了猛兽，没能回来。不久后，女儿又得了疾病，夭折了。接连的打击让涟漪几乎崩溃，是镇上的街坊邻里，你家送一碗米，我家送一把菜，才让她勉强撑了过来。2个都叫涟漪的女人，2个同样命运多舛的女人，因为孩子成了朋友。阿月的娘常带着阿月去涟漪家串门，涟漪也把对女儿的思念分了一些给聪明可爱的阿舍。山洪来的那天晚上，风雨大作，涟漪不放心住在山脚下的阿舍母女，就披着蓑衣赶过去，想让他们到自己家来避一避。可他刚到门口，就听到了山体崩塌的巨响。涟漪疯了一样冲进即将倒塌的屋子，看到阿月的娘正用身体死死护住已经被吓晕过去的阿舍，一根粗大的房梁正砸在他背上。快，带阿舍走！这是阿月的娘对涟漪说的最后一句话。她用尽最后的力气把阿舍推向涟漪。涟漪含着泪抱起阿舍，刚冲出屋子，整个茅草屋就被泥石流彻底淹没。阿舍的娘为了救他死了。涟漪把阿舍带回了家，可阿舍醒来后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他不记得山洪，不记得娘亲的死，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名字。巨大的刺激让他的大脑选择性地遗忘了那段最痛苦的记忆。他只模糊地记得自己的小名叫阿月，他还有一个娘。他看着涟漪，
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娘。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周郎中赶来为阿舍诊治，发现他心神受创，得了失忆症。周郎中说，如果现在强行告诉他真相，他的小小年纪根本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，很可能会就此疯掉。看着眼前这个眼神清澈又迷茫的孩子，涟漪的心都要碎了。他想起了自己早逝的女儿，想起了阿舍娘亲临终的托付。一个大胆又沉重的决定在他心中形成。他对周郎中和闻讯赶来的街坊邻里说，就让我当他的娘吧。我叫莲姨，他娘也叫莲姨，他叫我娘，我就应。只要能让这孩子好好活下去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李掌柜、王婆，所有受过阿舍娘亲帮助，也帮助过莲姨的善良的镇民们，都被莲姨的决定震撼了。他们看着这个可怜的孩子，又看看这个同样可怜的女人，都红了眼眶。大家一致同意，共同守护这个秘密。于是青石镇上演了一场长达7年的戏。莲姨成了阿月的娘，她教她绣花，照顾她起居，把对亲生女儿和朋友的爱全都倾注在了阿月身上。她模仿着阿月亲娘的言行举止，努力扮演好这个角色。为了让阿月彻底相信，他们甚至演了一出下葬的戏，那个所谓的坟不过是一个空空的土包。而阿舍也在这个善意的谎言里渐渐长大，成了安安静静的绣娘阿月。但是被压抑的记忆并不会真正消失。随着阿月长大，那些创伤的碎片开始以噩梦的形式出现，让他头痛欲裂。周郎中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，要想让阿月真正康复，必须让他自己找回记忆，接受现实。但这需要一个契机，也需要一味特殊的药引。周郎中在一本古医书上查到，有一种生长在极北苦寒之地的定魂草，可以安抚心神，帮助受过巨大刺激的人梳理混乱的记忆。但这种草药极为罕见，且路途遥远。于是他们又策划了第2场戏，娘亲之死。莲姨假装病逝，实际上是带着全镇人凑的盘缠，独自一人踏上了去北方寻药的艰难旅程。这一走就是整整7年。这7年里，莲姨吃尽了苦头。她一个南方妇人，在天寒地冻的北方，给人将洗衣物，去矿山背石，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。那双原本也算细腻的手，就是在那时磨出了厚厚的茧子。她学着北方的口音，唱着苍凉的歌谣，心里却无时无刻不惦记着远方的女儿。终于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他找到了定魂草，立刻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。他的归来就是整个治疗计划的最后一步。周郎中将定魂草配成药，让莲姨每天悄悄放在阿月的饮食里。这种药草会刺激阿月的记忆，让他头痛、做噩梦，但同时也会慢慢修复他受损的神经，让他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真相。涟漪的归来，那些看似不对劲的细节，阿月对身份的怀疑，后山空无一物的坟墓，所有的一切都是计划中的一环，都是为了引导阿月一步步地走向那个被尘封的夜晚。所以涟漪泪流满面地看着阿月，那只紫檀木匣子的钥匙我没有，是因为它根本就不在我身上，它跟着你真正的娘一起被埋在了那片山坡下。我模仿她的语气，学她做你爱吃的菜，却学不来她指尖的温柔，也学不来她歌声里的江南水乡。阿舍，不，阿月，对不起，我们骗了你这么多年。屋子里一片寂静，只剩下涟漪压抑的哭声。阿月静静地听着，没有哭，也没有闹。他的脑海里噩梦的碎片终于拼凑完整。他想起了亲娘温暖的怀抱，想起了他最后那句快带阿舍走，
也想起了涟漪冲进火海将他抱出的那张焦急的脸。原来他有2个娘，一个娘给了他生命，用生命保护了他；另一个娘给了他新生，用7年的青春和无尽的谎言守护了他的成长。他缓缓地转过头，看着床边的每一个人，慈祥的周郎中，憨厚的李掌柜，心善的王婆，这些朴实的镇民，为了他一个无亲无故的孩子，竟然共同守护了一个如此沉重的秘密。这世上哪有这么傻的人，哪有这么笨的善良？眼泪终于从阿月的眼角滑落，不是痛苦的泪，而是感动的泪。他挣扎着坐起来，对着涟漪，对着屋子里的所有人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然后他抬起头，看着涟漪那张布满风霜和泪痕的脸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清晰的、郑重的叫出了一声“娘”。这一声“娘”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，它不再是出于模糊记忆的习惯，也不是出于被蒙蔽的依赖。这一声“娘”是发自内心的，是穿越了生死、谎言和岁月之后的最真挚的呼唤。涟漪愣住了，随即他一把将阿月紧紧地搂在怀里，放声大哭。这一次不是愧疚的哭，不是压抑的哭，而是喜悦的哭，是释放的哭。窗外天已经亮了，一缕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棂，照在紧紧相拥的母女身上，温暖而明亮。从那以后，阿月的头再也没有痛过，她也不再做噩梦。她依旧叫阿月，涟漪也依旧是她的娘，只是他们之间再也没有秘密，没有隔阂。阿月变得开朗了许多，脸上时常挂着笑容，她的嗅火也更有灵气了，仿佛把所有的爱与感恩都嗅进了一针一线里。他和娘一起，在后山那片埋葬着亲娘的山坡上，种满了美丽的鲜花。他们没有立碑，因为阿月说，亲娘就在他心里，也在新娘的爱里，不需要墓碑来提醒。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甚至比以前更加和睦。李掌柜的布庄生意越来越好，周郎中的药铺总是充满欢声笑语，王婆的孙子也考上了远方的学堂。大家都在说，是青石镇的这份善心感动了上天，才得了这么好的福报。又是一个晴朗的午后，阿月和涟漪坐在院子里，一起绣着一幅巨大的百花图。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一个低头穿针，一个含笑理线，偶尔相视一笑，满是岁月静好的温柔。娘，阿月轻声说，等这幅绣好了，我们把它挂在堂屋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涟漪笑着应道，眼角的皱纹里都盛满了幸福。咱们家就该这样，热热闹闹，团团圆圆的。是的，团团圆圆。一个给了他生命，一个给了他新生。2位母亲用不同的方式给了他最完整的爱，而他也终于走出了阴霾，与过去和解，与爱他的人迎来了真正的母女同欢。这或许就是对那场灾难和所有善良的最好的回答。